台湾新的武器采购计划已经拿出了拼命的架势，境外决战的老套路重新拿出来，只能逼着我们下更狠的手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9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嘛，台湾要搞一个2400亿新台币的武器采购计划。当时说了嘛，很多新型导弹要研制要装备。不过呢，岛内很多人表示过不赞成，但是不赞成归不赞成啊。11月23日，台湾所谓立法院经过3小时的这种讨论，经过鏖战，最后还是表决通过，涉及了8个采购项目，5年期间要花掉2400亿新台币的这么一个海空战力提升采购特别条例。这个8项中呢，我看了看，有2项是彻底没用的，包括他们说的海军高效能舰艇，就是他们那沱江舰，就是那个双体的类似护卫舰的东西，那玩意儿对我们来讲真是彻底的没用。因为水面舰艇得不到空中掩护，有一点防空火力，有点反舰火力，又能如何？都是我们各种空对舰导弹的靶子。另外呢，还搞了一个海巡舰艇加装战时武器系统，这个就更胡扯了。海巡舰艇是干什么的？它加装点火箭弹，就想跟解放军对抗了吗？但是呢，有几个是能添麻烦的，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们的打击效率，或者说是增加我们的伤亡。这都是台湾防御作战必须的，包括野战防空系统，还有陆基的那种比较远程的防空系统，像天宫3这样的。剩下几个就特别讨厌了。台湾最近可能重点要投资岸舰导弹系统，比如说雄风2、雄风3，还有增程型的雄风2以及增程的雄风3。这些岸舰导弹呢，都是有可能给我们制造特别大的麻烦。另外一个就是无人的攻击载具，就是我们说这个剑翔无人机，其实很类似我们的一种，就是都是在以色列无人机哈比技术上发展出来的反辐射无人机。目前看来，台湾对这个哈比无人机也进行了改造，丰富了功能，用来针对解放军的各种雷达天线进行反击。那么这些武器呢，讨厌之处不仅仅在于它们可以机动部署，更讨厌的是这里边有很多东西，包括岸舰导弹、远程巡航导弹，都是有可能在战前主动对我们发起攻击的。这就让我想起了陈水扁当年搞的一个思维方式，叫境外决战。台湾境外决战跟谁决战？跟我们决战。他们说的境外是什么？是中国大陆。我们听起来也许觉得胆子太大了吧，是不是有点荒唐？其实军事上他们这么讲真的有合理之处，因为谁都明白，单纯防御啊，效果会很差的，只是自己不断的被消耗掉。所以单纯防御比不上攻势防御。而解放军如果渡海登陆作战，最忌讳的是什么？就是节奏被打乱。所以台湾人搞这个境外决战、远程打击，目的就是利用攻势防御手段，针对我们的交通、电力设施，针对我们的空军基地、海军码头，索性在战前就发起拼命的主动攻击，这样就可以在解放军发起攻击之前，削弱我们可以投入第一批攻击的相关力量，至少也可以通过连续的打击，迫使我们分出很多兵力去防卫或者是修复我们那么多的电力、交通、通讯节点，让我们的攻击节奏被减缓，甚至是登陆发起的时候，他们也可以反击，让攻击节奏被打乱。如果攻击前后衔接不上，他们当然希望把对台登陆作战变成下一个金门。其实台军这么干也说明了他们是在两难中做选择。因为如果台军拿着这些武器抢先开火，最大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以后谁都没法指责大陆对台动武了。包括美国讲的也很清楚，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，欧洲更不用说。你台湾军队如果先开了火，大陆臭揍台湾，谁敢拦着？但是这个计划也说明，台军彻底明白了，如果不抢先进攻，那就是原地等死。那么多飞机就是原地等死，根本就没有起飞的机会。飞机起不来，舰艇等于跟趴窝一样了。而且开打之后，等美国援助也没什么用，美国敢不敢来都是问题，怎么援助？所以台湾唯一剩下的路就是主动拼命吧。那么我们要做什么？就是必须做好物质和心理准备，要准备台军可能狗急跳墙。想当年什么打上海金茂大厦，派人到大陆扫射幼儿园，这种话他们都说过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，我们的方法是，一方面必须对台湾进行全面的监控，并且完善我们的防空打击系统，
他们如果敢开火，我们也要说清楚，谁敢开火，我们就必须用更狠的手段砸过去，让对方士兵使用这些武器之前就有严重的心理负担。而且我们呢，也要有意识地开展一些经常组织的各种防空演练，并且启用一些人防措施，用这些行动告诉台湾，你敢玩火，我不怕火，而且我保证我比你还会玩火。好，台湾这2400亿新台币的计划会不会是自杀袭击的准备？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